家，生命开始的地方。人的一生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在同一屋檐下，他们生活做饭，用食物凝聚家庭，慰藉家人。平淡无奇的锅碗瓢盆里，盛满了中国式的人生，更折射出中国式伦理。人们成长、相爱、别离、团聚。家常美味，也是人生百味。太行山，中国东部的地理分界线，地质运动造就的峡谷，裸露着10亿年前的石英岩。山谷相连，耕地稀少。赵小友和小儿子必须抓紧时间，在白露前完成收割。玉米是唯一种植的粮食，夏季的高温让它们过早成熟。悬崖边缘的这块土地，总计1000平方米，种植玉米全年能带来2000元收入。5公里外的祖屋，老伴程荣花的工作同样艰巨。这种来自南美的谷物，在中国有400年的种植历史。重达300公斤的石碾，将玉米研磨成粉，以便制作食物。小儿媳挖来土豆，大儿媳也赶回帮厨。在婆婆的调度下，他们要给全家人做一顿午餐。玉米粉需要加入白面，增加粘性。以前白面珍贵，只能用树皮替代。就是用这样的方法，这样的心思，程荣花养活了全家。秋收是大事，全家人都要出力。这条孤悬于崖壁上的隧道，使村庄与世界相连。全村人徒手开凿，用了整整30年。玉米面糊和上韭菜段，做成焦香可口的小凹馍，最能讨全家老少喜欢。运用杠杆原理，把面团挤压成长条。北方人称它为饸饹。饸饹床架在灶沿上，面条成型后直接入锅。只要把谷物研磨成粉，每一个山西人都是制作面食的天才。同样是面食，山西中部的霍州做法更精致。一双巧手，让日复一日的食物和日子都显得不再单调乏味。新婚的女儿回门，娘家会制作枣花馍，馍的数量和花样，代表了对女儿的疼爱程度。没有一个母亲会怠慢。蒸
是中国家庭烹饪最经典的形式。湖北天门，主妇们懂得充分利用热量，让菜与饭同时完成烹饪，不仅原汁原味，还能保持食物的外形。寡淡的饸饹必须搭配浓烈的卤子才能出彩。这顿饭过后，还有更繁重的劳动等待着丈夫们。桌椅出现之前，中国人吃饭是分食制，经过了1400多年，才开始围桌合餐。4代同堂为丰收团聚起来。尽管是最普通的家常饭菜，也要讲究落座的顺序和朝向。祖爷爷90岁，一辈子做农事，正对院门的座位要留给他，这是传统中国长幼尊卑的秩序。吃着自己种的粮食，一家人因为勤劳而感到踏实。无论天南海北，只要属于家庭的重要时刻，中国人都会团聚在餐桌周围，感受着血缘亲情的凝聚和抱团生存的力量。这也是一个家族在严酷环境下生生不息的奥秘。离开农耕的土地，1000公里外，是中国最繁华的都市。子玉今年16岁。Yes, very strong. And what else? 陈子玉 It's very different from others. 5年前，他从河南来到上海求学。母亲正准备晚餐。母女俩租住在学校附近，15平方米，没有独立卫生间，4户合用厨房，但房租便宜。这是他们在上海的家。这群少年的经历大多相似，来自中国各地，学习乐器超过10年，经过严格的选拔。他们的目标是成为演奏家。字母 B 啊。子玉4岁学琴，为求学去过武汉，到过北京，被上海的学校录取后，母亲辞去工作，全职陪读，他们的生活全靠父亲一个人负担。为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，不惜背井离乡，这是中国很多独生子女家庭的选择。对子玉来说，中提琴几乎占据生活的全部。母亲的生活半径要开阔些，为了买到新鲜的食材，他会去更远一些的大菜场，自己再节俭，也要保证女儿的营养。正是长身体的阶段，加上每天8小时站立拉琴，母亲需要及时给女儿补充能量。肉类富含脂肪，转化成身体所需的热量，是等量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的2倍。上好的带皮五花肉，一定要肥瘦相间。这门手艺是子玉母亲来上海后跟邻居学的。
在汉族的菜谱上，红烧肉的历史不算悠久，却最受欢迎。猪肉、酱油，常见易得，烹饪不需要高深技巧，只需付出时间和耐心。这让红烧肉成为中国家常菜的经典。考究一些的，先用猛火炙烧肉皮，肉皮在高温下迅速收缩，可以长时间炖制，仍保持浸韧的口感。红色是外观的标签，要获得这种诱人的色泽，可以炒糖色、加老抽，也可以借助红曲米或豆腐乳，各家有自己的方法。肉汤不容浪费，无论加入什么食材，吸饱汤之后都会变成红烧肉最默契的配角。火候的老嫩，味道的浓淡，各家各户千变万化。相对于技巧，倾注的心意才最值得回味。桌子收拾好，吃饭了。啊，把你一会儿吃饭听音乐选好啊。啊，好了呗。啊，马上都好，别急。吃饭了啊。喜欢这个红烧肉。红烧肉、抻面，还有薄料滋，这是妈妈独创的搭配。气场特别大。好。1对1的专业课，每周1次。今天是加课时间。自己来练。欢迎啊！大多数中国人认为，农历8月的月圆之夜应该和家人团聚。胜利老师知道，子玉和妈妈回不去。我们过年的时候吃饺子，来客人的时候吃饺子，这是最好的招待客人的方式。盛老师也是北方人，和子玉一样，年少求学，漂泊四方，最终安家上海。家宴少不了饺子，当然也少不了红烧肉。如同传授母语，母亲把味觉深植在孩子的记忆中，这是不自觉的本能。这些种子一旦生根发芽，即使走得再远，熟悉的味道也会提醒孩子家的方向。
吴桐的工作是一种新兴职业——徒步俱乐部领队。他从不回避自己的身世。自从10岁那年父母离婚之后，家对他来说就是姑妈的泡菜坛子。姑妈住在眉山，今天她要迎接吴桐回家。泡菜口感爽脆，滋味酸辣，四川人家中必备的看家菜肴。川菜味型丰富，塑造复合的味道，泡菜是必不可少的调味料。要制作地道的泡菜鱼，不能缺少泡姜、泡椒。热油逼出香辣气息，释放出酸性物质，不仅让鱼肉更加细腻，还能去腥提鲜。加入大叶薄荷，为酸辣的汤汁增添一种奇异的芳香。姐妈回来了。哦，你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来，哎呀，你这段时间走到哪了？走了康宁。康宁哦，你看你头发。来，整齐整齐，最漂亮的鱼，整齐。来了。再碰下杯噻，来，我从小住我姑妈家嘛，她就那种刀子嘴豆腐心，生怕把我带不好，没法向我父母交代。那每次回去，我姑妈管我吃什么，我说随便弄都可以，就那种感觉，觉得家里做什么都好吃。那你晚上还有到四川来就知道泡菜的意义了。每家每户都有，只是每家每户泡的味道各有千秋。姑妈的泡菜都选应季最鲜嫩饱满的蔬菜，腌制前洗干净，晾在屋檐下，轻微脱水。盐和凉白开按1:50的比例混合。萝卜、紫姜、豇豆，再放上辣椒提味儿，蒜头杀菌，花椒增香。一切就绪，是请出老盐水的时候了。它相当于发面时的酵母，有了它，坛子里的杂菌得到抑制，乳酸菌的数量占据上风。在这种菌的作用下，蔬菜中的糖转化成乳酸，造就了泡菜酸爽的风味儿。往坛眼里倒进清水，阻断空气和细菌。10几天，微生物的辛勤劳动，赋予蔬菜新的活力，褪去艳丽和生涩，变得清亮、脆嫩、酸烈。还有一种泡菜是吴桐的最爱，姑妈的手艺来自奶奶。新鲜蔬菜加煮熟的凤爪，浸在泡菜水中，只需1天，就是一道让人欲罢不能的爽口小菜。来，你尝一下味道。带到户外与朋友分享，更是绝佳的野餐食品。我们3个人。哪个？
路上注意安全。要还要注意身体嘞。我晓得。知道。好，听没有？好。注意安全哈。下次回来了又给你做吃。我在家里和他们话都不多，在外面和朋友，我都自己都感觉到完全是两个人。如果我父母没有离婚，我一直在他们身边的话，我可能又是另外一种性格吧。又一次出发，吴桐突然决定改道乐山，看望独居的父亲。哎妈，哎，好。有些时候你的水果到时候在一起，好像好的，还在红上。好。还要赶路，吴桐只有1个小时。值班室里，简单的饭菜，半年多没有见面的父子，相对无言，心头各有一番滋味。潮湿温暖的四川中部，适合另一种传统腌菜的制作。芽菜取自晒干后韧性好的芥菜。对了，腌制1年以上的芽菜风味最佳。燃面宜宾一绝，虽然重油重辣，也难掩芽菜的鲜香。有一类食物既能当菜又是佐料，不需要太多，却是主食最佳的陪伴。这就是中国家庭食谱上的下饭菜。7月，闷热的黄河冲击平原，沙质土壤孕育的西瓜已经成熟。西瓜甘甜的滋味，并非只能享用一季。西瓜酱，一种家常下饭菜，可以把夏天的味道神奇地保存下来。3伏天，每年下酱的时候，第一步做酱豆。姥姥选了小粒黄豆，煮到入口酥烂。过来。黄豆摊开，慢慢冷却。全家10口人，养大了儿女的姥姥又开始抚养第3代。漫长的夏天有很多事要做，但姥姥知道，做事和下酱一样，不能心急。黄豆晾到半干，裹上炒熟的面粉。面粉中的蛋白质和淀粉给黄豆的发酵提供养料。垫上稻草，这是温床。黄豆铺得疏松平整。被子既能控制温度，又能阻隔杂菌。40年的经验告诉姥姥，霉菌的长势决定了酱的风味儿。我70岁了，2个儿子，2个姑娘，3个外甥。桌上得上学，得抓钱，得挣钱，年夜春节都来，婚姻的都来。一个春节过去，又开始期盼下一个春节。姥姥很少给孩子们打电话，她总是让他们不要挂念。第2步，切西瓜，这是外孙们最喜欢的环节。瓜瓤芯儿留给小外孙，连瓤带皮的部分糖分不高，更适合做西瓜酱。
一年中最热的10天，菌丝成熟茁壮，显现出合格的黄绿色。第3步，撒上盐、姜丝、花椒、八角、香叶等调料。西瓜新鲜，汁水丰盈，不断翻动揉捏，所有食材都饱吸甜美的西瓜汁。我好清洗，俺外甥给我买了个洗匣子，带着那个卡上有写。他总是在我这上学，就是1年来1回。封进缸里的不仅仅是美味，还有期盼。40天后，美味即成，纯正的酱香伴着微甜，一小碟就能让人食欲大开。而对姥姥来说，西瓜酱最好的滋味，要等到儿女们回来，那是1年中最幸福的时光。物产丰饶的地区，对于主妇来说，经营一家的饭菜或许不是难事。不过，大自然也不会忘记另一些地方。中国的巧妇善于就地取材。吴月珍正在寻找一种野茭白，当地人叫蒲笋。我从小吧就开始拔蒲笋，因为我在辽河边长大的，那个河边哈从来没拔遍过，它都是自然生、自然长的东西，不用上肥，也不用人就是饲料，到那嘎采完事儿回来就可以吃。下一季蒲笋到来前，最后一次采摘，吴月珍有自己的打算。蒲笋直立茎的幼嫩部分可以食用。人们熟悉的茭白是蒲笋的一种变异，有膨大的纺锤形肉质茎。世界上只有中国和越南培育这种蔬菜。虾子焖茭白，食材简单，上色后清汤浸润，文火焖制，是夏季最常见的家常菜。新鲜采摘的蒲笋，炒一盘蒲笋烧肉，用东北话说鲜灵。剩下的蒲笋晒起来风干，可以长时间保存。精明的主妇都会早做准备。淮阳地区的水塘里，人们追逐另一种生命力顽强的野菜。虽然它和蒲笋有着相同的生长环境和相似的名字，但它们是2种完全不同的植物。很多菜系里都有它的位置。蒲菜切碎，打进蛋液，摊成饼状。扬州的这种烹饪方式，用鸡蛋的柔软凸显蒲菜的脆爽。做成馅料包饺子，这是淮安的名点。咬一口，蒲菜的异香让口腔和鼻腔共同形成了立体的感受。选最嫩的蒲心儿，做一道济南的奶汤蒲菜。寻常人家不备高汤，用面粉炒糊，也能调制出浓稠的奶白色汤汁。加上火腿、香菇和冬笋的陪衬，鲜香倍增。秋季，辽东湾的剪蓬草
红成一片海洋。吴月珍家的窗台上，蒲笋已经风干，热水让蒲笋干舒展筋骨。同样是烧肉，但汤汁要多一些，蒲笋干才能彻底的释放活力。添一把芦苇杆，再焖1小时。水稻成熟的季节，南方的蒲菜落市，但对吴月珍来说，它仍有利用的价值。蒲草晒干，能编织成各种生活用品。8年前，老伴儿心脏病突发，几乎就要离他而去。他揽下家里地里所有的活，悉心照料老伴儿5年，坚韧的像蒲草一样，维系着这个家。东北大酱主辽河鲫鱼，芦苇根也来自田边水沟。巧妇总能将最普通、最不起眼的食物变成美味佳肴。家人都回来了，这是吴月珍一天最安稳的时刻。我就是好好照顾这老头，让这老头好好幸福的活着。咱说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你看这5口人团团圆圆的，不打不闹的多好。钱呢多点少点呢都不重要，有人就行。这一家人天天乐呵的，这是我最大的愿望。对于中国女性，克勤克俭一直是传统的美德。只有一个阶段例外。梦露29岁，怀孕7个月，每天都在为宝宝的降生做准备。当时第一反应其实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。自从有了胎动以后，就家里就真的是多了1员的感觉。珠海是一个90%为外来人口的城市。丈夫汉生是广东本地人，梦露来自四川。在这个人生的特殊阶段，准妈妈们可以合情合理地尽情享受着无微不至的照顾。买的东西没啊？拱北口岸连接珠海与澳门，人流在晚上9点进入一个小高峰。潘先生生活在澳门，每隔2、3天要过关到珠海买菜，这已经成为很多澳门人的生活习惯。女儿佩奇20岁，已经独立生活，仍然是父亲放不下的牵挂。爹哋，你開始整啦！餐后煮一锅陈皮红豆沙。潘先生祖籍广东中山，这是老家的习惯，女儿也深受影响。我明又搞完。糖水可以视作一种中式甜品，形态以羹、汤、糊为主。两广人对一碗糖水的评价，一个字甜指味道，另一个字润指口感。人生中也有这样甜蜜的时刻。蒲韵，澳门人最喜欢拍婚纱照的地方。3年前，佩奇和志明在这里一见钟情。爹哋啊，啲腐竹仲要浸幾耐㗎？咁多陣。女儿第一次下厨帮忙，今天家里要来客人。而家點鐘嚟啊？差唔多嚟啦，佢啱啱收工啫嘛。快啲啦！係，叔叔你好。多謝少少禮物。多謝多謝，坐隨便坐。
一碗糖水，融化中国父亲的深沉内敛。然而，第一次面对未来的女婿，每一个父亲心里的滋味，也许要比一碗糖水来得更为复杂。口岸对面的珠海，此时气氛有些紧张。梦露正在经历临盆前的第一次阵痛。不害怕，宝宝不害怕，妈妈不害怕。长达9个小时的阵痛，体力下降很快，但梦露必须坚强，宝宝需要她的帮助。汉生和梦露的孩子是中国独生子女的第2代，4个父母，1对夫妻，1个孩子。这种4、2、1的家庭结构，已经是中国城市社会的主流。孩子牵动的是3家人的心。给你看看你们的宝宝哈，恭喜你生个女孩，小孩刚好6斤重，然后长50公分。记录下来就知道。我们都给你记录下来。坚强的妈妈辛苦了。吃点东西，做了不孕再起来，因为躺的时间有点久哈。汉生和梦露早已经约定了女儿的小名小福星，意思是幸福的小星星。小福星的第1餐并不顺利，她还要多练习。对于梦露来说，生下孩子只是人生历练的开始，做好一个母亲，也许是更大的命题。嗨，宝贝，我是妈妈。我饿了。厨房迅速变成了赛场。竞技者是双方父母，川菜、粤菜轮番登场，谁都志在必得。与其说展示的是老人们毕生的厨艺，不如说表达的是迎接新生命的喜悦。谢谢啊，贝贝仔，快高长大。来。你快吹啊！广东的爷爷奶奶自信有家传的照顾产妇的秘方，他们相信用泉水煲汤效果最好。四川的外婆带来了晒干的鱼腥草，用它炖鸡汤，被认为有利于伤口愈合，
最适合产妇身体恢复。木瓜、甘甜风水和鲫鱼共同炖煮。中国传统医学认为，两种食材都有助于乳汁分泌，这是广东的做法。广东人爱喝汤，会煲汤。现代科学认为，任何对食物的加工都会造成营养不同程度的损失，但这绝对不能说服广东人。老火汤，广东人的骄傲。各种标志着保健功能的食材添加在沙包里，经过数小时文火慢炖，食材的香味素反复释放，煲出的汤汁浓郁回甘，被赋予各种滋补的暗示。中国南方有喝汤的传统，江西人制汤是将小瓦罐装在大瓦罐里，放一盆木炭加温，叫慢煨。广东人的另一种炖汤也讲究一个慢字，借助的是蒸汽。密闭的炖盅锁住水分，烹饪时间更长，汤汁久炖而不沸，鲜味和香味物质可以成倍生成。一碗最好的炖汤，讲究的是汤色如茶。你的汤得没啊？得了，得了。煲湯啊！今日煲嘅紅棗質魚，我加湯俾你啊。喝汤是梦露每天的功課，她的飲食不僅關係到產後恢復，還要為小福星提供足夠的營養。都可以的。媽咪準備好未啦？快啲食啦！我媽咪準備好啦，準備食奶奶嘅啦。廣東和四川相距1500公里，在語言和飲食傳統上都有天壤之別。但雙方父母都自信有食物養生的秘訣。面對着雙倍的關愛，夢露一時間難以消受。高啦，這麼快就高啊？Cuma sebab Nina belanja kan tahu.这好看了。梦露和汉生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新一代年轻人，尽管明白父母的爱意，但对抚养孩子，他们有自己的主张。2个月后，幸福的故事有了戏剧性的结尾。汉生的体重超标了。春天，吴月珍在地里播下新的种子。子玉获得了国际比赛冠军，走向更广阔的世界。程荣花和赵小友期盼来年风调雨顺，能有好的收成。人类组织家庭，原因之一就是为了更合理的生产和分配食物。正是这些人间烟火，让家庭组织更加紧密。尽管千门万户的家常美味各不相同，但有位作家说，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。大多数美食都是不同食材组合碰撞产生的奇观。食材和人如何汇聚一处，
每一次相逢历经怎样的艰辛，创造怎样的惊喜。东方到西方，塞北到江南。本集将讲述食物与人携手走过的旅程。